三角洲特种部队调往中东，美军战机在伊朗附近徘徊，巴列维计划重新回国，伊朗这是要迎来大结局了。2026年1月已经不再是火药味那么简单，而是充满了大结局的气息。在国内动荡的情况下，伊朗高层并没有想着如何拯救国家，而是何时跑路。金条在德黑兰机场连夜装机，俄罗斯的运输机像疯了一样在高空穿梭。与此同时，外部环境也愈发紧张。逮捕马杜罗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中东。特朗普计划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。那么在2026年，伊朗的局势会如何发展？如果美国动手，情况是和2025年6月一样，空袭核设施、军事基地，还是类似委内瑞拉的特种战？伊朗现在有多乱，大家都看到了。为了缓解这种情况，伊朗轻车熟路地掐断了全境的网络。但他们没想到，马斯克又出手了。据传星链已经为伊朗免费开通，这招太狠了，因为他直接废掉了德黑兰的新闻封锁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能看到很多秘密消息，比如哈梅内伊要跑。讲道理，看一个政权是不是快挺不住了，别看他们的发言人喊什么强硬口号，要看他们的国库里还剩下什么。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，从2025年12月底开始，德黑兰机场就出现了一种极度反常的景象。俄罗斯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放着正经的货运航线不走，非要绕路高加索，避开所有北约成员国的雷达，在俄南部矿泉城和德黑兰之间玩命拉货。这些飞机挂着民航的牌子，干的却是军事后勤的活。英国议员汤姆·塔根达特直接把窗户纸捅破了，这不是在做生意，这是在搬家。大量的黄金正从伊朗国库里被清空，通过这些运输机运往莫斯科。这波操作，火力军可太熟悉了。当年叙利亚的阿萨德、委内瑞拉的马杜罗，在最危险的时候都往莫斯科送过投名状。之前的阿萨德也是一直往莫斯科转移财产。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哈梅内伊很清楚，如果德黑兰的防线崩了，只有普京能给他们留一张通往流亡生活的门票。这批黄金不是买武器的，这是在交流亡保护费。他们正在清国库，打算给未来的亲美政权留下一个连老鼠都待不住的财政空壳。不过伊朗政府跟俄罗斯国防部一样，浑身上下就嘴硬。对于向莫斯科运输黄金这事儿，伊朗是打死不认。但真相是什么，相信大家都能猜到。伊朗高层会有跑路的想法，火力军并不意外。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向中东集结，再等下去恐怕就跑不掉了。那么美国在中东都有哪些部署，又会怎么做？2025年6月，美军对伊朗进行过一次外科手术式轰炸，当时的目标很明确，炸掉纳坦兹的离心机，敲掉几个防空雷达，逼伊朗回到谈判桌。行动相当成功， B2 轰炸机加 GBU57的组合轰炸了福尔多核设施。不过这次打击毕竟是高空袭击，具体有什么成果我们无法得知。当时有消息称，伊朗已经将浓缩铀转到其他地方了。不过不管结局如何，以色列与美国的行动重创了伊朗经济，但伊朗政权没倒，反而更疯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以色列爆料伊朗弹道导弹的产量暴增，即使不考虑核武，伊朗的导弹依旧是一个威胁。所以到了2026年1月，特朗普不再玩什么外交压力了。路透社援引白宫多名人士的话透露，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全面军事打击的方案，而且这次的关键词变了，不是去核化，而是政权更迭。目标清单里不再仅仅是那些钢筋混凝土的掩体，而是包括了非军事目标，甚至是哈梅内伊等核心领导层的办公地点。这就是在明着告诉德黑兰，去年我炸你的工厂，今年我要你的命。这可不是随便说的。现在三角洲部队已经来了，马杜罗的噩梦或许会在德黑兰重演。这几天国际新闻里最震撼的一条，就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秘密调往中东。这支部队是什么来头？前不久，他们刚刚在委内瑞拉把马杜罗从总统府里揪了出来，直接送进了小黑屋。现在这群特战士兵集结在约旦和伊拉克边境，你觉得他们是来旅游的吗？火力军推测，三角洲这次有3大任务。第一个任务就是修正2025年的错误，地保攻坚。2025年的那场空袭没彻底炸毁福尔多的地下核设施，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 GBU57虽然炸坏了福尔多，并可能导致离心机损坏，但没有证据。这一次三角洲部队可能要玩隧道战，从通风口或者秘密管道钻进去，从内部熔毁那些离心机，顺便带走核弹头的半成品当证物。第二个任务就是为巴列维护航，流亡海外的巴列维已经放话要回国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哈梅内伊肯定会给他们安排一些意外。三角洲部队的任务就是换上便装，充当巴列维的私人保镖，护送他进入德黑兰，直至完成目标。第三个任务就是清除高价值目标，只要革命卫队那些死鹰派将领敢露头，
三角洲的狙击手或者游荡弹药就会跟他们聊聊什么叫做火药。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巴列维回归，这是动摇伊朗正规军的王牌。现在的伊朗已经开始升起巴列维王朝的旗帜，这是最高级的新的一战。大家要知道，伊朗的武装力量分为2块，一块是哈梅内伊的亲儿子革命卫队，另一块是国家正规军。正规军一直被革命卫队打压，早就心怀不满。巴列维回国的号召其实不是给老百姓听的，是给正规军将领听的。意思很明确，只要你们再中立或者倒戈，等巴列维上台，你们就是国家的英雄。如果你们跟着革命卫队死磕，那三角洲的名单里就有你们的名字。这种分化瓦解比1万枚导弹都管用。当然，特朗普想在2026年大干一场，国内有不少压力。美国参议院刚刚通过了战争权利决议，想限制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批准下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，甚至还有5个共和党人倒戈。但这能拦住特朗普吗？火力军觉得悬。别忘了，特种部队的行动往往是在灰色地带，等国会炒出结果，三角洲可能已经在德黑兰喝下午茶了。总的来说，2026年1月的伊朗局势是对2025年那场外科手术的全面补课。美国思维已经从惩罚性打击转变为彻底手术。如果战争在72小时内爆发，剧本大概是这样的：F-35和 B-21先行，彻底瘫痪伊朗那套破旧的防空网；三角洲部队渗透，引导精确制导武器，定点清除革命卫队指挥官。随后，巴列维在美军护送下重返德黑兰，宣布成立过渡政府。只是推倒房子容易，重建房子难。哈梅内伊的黄金虽然运走了，伊朗支离破碎的经济会是巴列维和美国面对的问题。不过这个小问题大概不会影响伊朗的整体走向。伊朗的民众在喊遵守承诺，特朗普在等严厉打击。这场已经酝酿了半年的决战，可能就在今晚的某个时刻，随着三角洲部队的激将正式拉开帷幕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哈梅内伊真的能顺利逃到莫斯科吗？伊朗的未来局势会如何发展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喜欢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板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